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尹乃菁小姐、洪孟凯委员、李明贤议员、陈婉慧委员。好，那么马克宏又开始出一堆主意了哈，不甘寂寞了哈。他其实在，乌克兰战争开打的时候，他就说应该去和谈，就被被泽连斯基痛骂一顿哈。那他上礼拜又跑去见这个川普哈。那泽连斯基被川普赶出白宫以后呢，马克宏在欧洲又召开会议，他们就想我觉得法国是想变成欧盟的头了哈。其实法国啦，英国现在不是欧盟，以前法国、英国、德国都想争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马克宏的这个主意呢，就是他们会派兵到乌克兰但是呢是要和谈之后那和谈之后就维和那另外呢，说俄罗斯的侵略是不分国界的所以呢，大家要准备好呢，美国不支持我们啦，要靠我们自己了，这点倒是真的那他们现在怕俄罗斯怕得要死我真的觉得俄罗斯现在有那么可怕吗？俄罗斯现在真的有能力打他们吗？俄罗斯连打一个乌克兰都搞了3年，打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欧洲现在每天在那边讲说，哇不得了了，这个俄罗斯打了这个乌克兰以后，现在就打我们了那另外呢，这个法国总统说呢，而且这个很可恶了，要用核武来保护欧洲的盟友，那你什么意思啊？要德国再恢复可以做核弹吗？大家当时怕德国怕得要死所以不准他搞核武怕日本搞核武这两个二战的时候去侵略别人了。那现在怎样？要核武是你的核武呢，还是谁的核武呢？好，那么另外呢，这个法国总统说呢，我们不会参与战斗，我们会派部队。那部队不战斗，那部队干什么呢？是纸老虎吗？必要时候部队既然派去，必要时候就要战斗维和就不战斗吗？别人不要和平的时候，你维和部队也得要战斗我们不要战斗我们只是去人而已那我在这讲个笑话我去这个大溪地访问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因为大溪地是法国的属地本来呢，这个法国部队是2年军队轮调一次后来发觉每个法国军人都有情妇在这个大溪地，老婆都来抗议，所以你怎么政府让我们的先生跑到大溪地找情妇呢？后来法国政府就改成1年派一次，1年派一次，还是每个人都有情妇。后来就改成半年派一次，现在改成3个月派一次。这在大溪地，当地人引为笑谈好吧，这个美国中情局已经证实了美方切断对乌克兰的情报资源，这很严重之前乌克兰会把俄罗斯什么炸掉一个舰什么这个暗杀一个什么将军什么，我认为都是美国给他的情报了那现在呢说我不给你军援，情报也要暂时不给你，切断反正一切都切断了那波兰的外交部说呢，美国没有跟北约讨论就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所以呢担心乌克兰前线崩溃那你欧盟去帮忙川普就是你欧盟自己帮你自己那乌克兰呢终于呢说呢他愿意呢跟美国签矿产协议，而且随时可签那泽伦斯基在什么地方？在他的脸书讲的。那川普昨天在国会演讲呢，就说谢谢泽伦斯基，我已经收到呢这个俄方的和平的讯号而且呢我也收到泽伦斯基的求和信，他已经跟我求和了那乌克兰就说我们没有，泽伦斯基没有写信给川普他只是在脸书发表，川普就是他已经写信给我了，我们看一下。站在俄文的路牌旁，宣示夺回被乌军占领的库斯克村庄，俄军士气大振。Вот приехал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бронетехника Брэдли. Наши птички БПЛА попали одним снарядом, вторым уничтожили полностью вражескую технику. 美军战车在库斯克荒野惨沦废铁，俄罗斯继续追击乌克兰。俄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俄罗斯被制裁是因为入侵乌克兰，但是美国换总统，战略大转向。每日邮报报道，美国终止军援后，还要求英国等盟友禁止与乌克兰分享美国提供的情报。Но ключевую роль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всех поставок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воен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идет именно из США. Все разведданные, в основном данные спутниковой разведки и так далее, все в основном идет по лини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俄罗斯
血迎川普大礼。欧洲领导人示警资讯战，尤其跟俄罗斯接壤的芬兰深感唇亡齿寒。Well, of course, he'll be smiling in the Kremlin. He'll be very happy. What Russia now wants to convince the world is that, look, America is on our side, not on Ukraine's side. And I don't believe that for one bit. 逼着朋友乌克兰签卖矿协议，川普的和平交易可能让普京早就藏不住笑意。好，老沈怎么看？到底现在的最新状况？主持人，我倒要先问你，你说，你今天到底马克宏得罪了你什么？没有，只是我觉得你对他不是很友善，因为你第一点，你说他不甘寂寞，他的现在的角色没有人羡慕啊，就是泽连斯基在白宫落荒而逃的时候，马上搭飞机到伦敦去了。但伦敦毕竟不是欧洲本土的一部分，而且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了。对，马克宏一定要去凑热闹，而且一下子把17个国家都请来，他义不容辞的，这个不叫做不甘寂寞，叫义不容辞。你看德国现在也是政局动荡嘛，对不对？总理这一个大问号，到底是谁，或者是他能不能出面撑住这股力量？但是呢，我觉得欧盟正私底下说服泽连斯基，替川普解释说，你那一天当然是应该这样，要不然你在历史这个乌克兰的历史上留下一个不可救药的污名啊！你这个陷城下之猛的那个姿势很难看的。所以呢，他们三娘教子，川普、万斯还有杜比奥，他们三娘教子本来就是要你乖乖的接纳，但是呢，你不能这样。我也想，没有人说你应该这样，所以你赶快到伦敦去了，这是对的。但是你来了伦敦的话，我们欧盟就不得不扛你扛下来啊！你再重，我们也得扛。那扛的暗地里，他来讲，你最后要和平啊，还是要透过川普这一条路。川普不跟你如果继续给你难看的脸色的话，你求和不得啊！连要和平，连门都没有啊！所以这一点大概说服了泽连斯基，就说我到今天为止，我算是一个战争英雄的角色有保留住，但是要一个善终啊，善终大概非有这个川普不可，所以他现在要脸书写一写啊，表示善意啊，表示什么？好了，要道歉，一大堆的道歉，这个这是看他的个性，他改不了的。虽然一个演员可以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但是毕竟基本角色是改不了的。那川普现在据说2个战争，这个以阿要速战，但是我们赢，当然他不怕的哈马斯，但是这个俄乌呢，他已经认输了。川普已经认输了，他一旦认输，就是可以砍军队啊，可以砍那个通讯啊，什么都可以砍，就是你不能给我拖，你给我拖，不但我跟你讲上一次我在本节目就礼拜2我就讲他们这个支持跟不支持的剩下0.1差别 ，kiss 了，要 kiss 了，昨天 kiss 了，倒过来已经 kiss 以后，他已经落后0.2%，所以川普在时间上的急迫感非常急啊，因为支持他的人已经觉得说，耐心没有了。我们顶多是可以再给你3个月到6个月的黄金时期，我们等待。但是川普晓得，我战争第一要先停，第二呢，我要砍这个所有的浪费，看这个联邦的政府的浪费啊，砍利息的支出啊，然后想办法让你们感觉上生活上有一点感性，或者对未来有一点希望。川普晓得的，你这个没有赶快兑现的话，他马上就陷入困境，所以他很急啊。所以欧盟不要想说，这个在跟川普慢慢磨啊，川普不跟你磨的，川普就是要停战 ，no matter what， 停战就是停战，你再给我拖拉，还是停战。我觉得欧盟这边的人要给泽连斯基讲清楚，英文讲不好，讲乌克兰话。我觉得不需要欧盟的人去劝泽连斯基，他自己清楚的很啦。他这次去白宫其实去就是准备打架的啦。他难道不知道吗？因为白宫根本不邀请他嘛，但他非要用一个理由来诱使白宫找他去嘛，就是我跟你签矿产协议嘛。但哪有准备签？以后都不一定。他现在说你看，
他脸书写一篇，那川普说他给我一封信，你就顺水推舟嘛。好了，我们这个月我什么给你一封信？我在我的脸书啊，不是给你的，马上翻脸了。所以他泽伦斯基也是很难讲了，未来会怎么样都很难说了哈。那所以川普才说，我现在要开发美国自己的稀土，对不对？没有你的稀土没什么了不起，我有我自己的哈。那我不是怀疑，不是对那个马克宏不友善，我对所有这些政治人物我都是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你不能轻易相信他的，他一定有他背后的目的。川普我也不相信他，你只相信你自己，我不是我相信你了。好了，那另外呢，这个真的，另外这个川普现在的策略就是一个加税一个减税了，加关税减他国内的税，公司税要减到15%呢。公司税15%是全世界最低的，香港、新加坡都没有这么低，香港都是18%，已经是很低的，它要减到15%，就说我加关税，增加政府收入，降你们的税，然后外国公司都搬到美国来，我们本国公司也回美国来这是他的一个策略了。川普认输，不是认他自己的输误，说那个俄乌战争是认拜登的输误。这拜登这个笨蛋去打那个支持乌克兰，怂恿他去加入北约，然后开始打了半天也不会赢，会赢就继续打，那会赢吗？现在显然看着不会赢啊，1000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对不对？搞得蛮惨的，来们看，川普到现在都还没有输了他的口中里面不会讲输，他都一定是赢，要么就压掉，要么就是压威了。这个问题我从5个面向来看。第一，假设如果美国现在真的抽腿的话，那乌克兰还可以撑多久？我想过去3年的一个战争，乌克兰真的已经面对到现在一个抉择点。第二，乌克兰如果美国抽腿的话，那现在欧盟有没有办法能够取代过去美国的一个角色，或是欧盟里面哪一个国家能够变成像美国一样持续给乌克兰支持？第2个面向。第3个面向，俄罗斯在打了这3年的乌俄战争之后，它的国力、它的整体的一个军事能力、经济能力以及经济实力，现在的变化是什么？我想可能各大国的一个情报会更加精准，而这个也是判断是说俄罗斯它还有没有底气，或者说未来俄罗斯的国家的一个整体走向的发展，对于欧盟或者是对于美国有没有威胁性，以及第4。乌克兰假设泽伦斯基他要继续撑下去的话，他有没有把握或能力能够谈到比现在更好的一个条件？我想这一些都是很客观的面向，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但第5个我觉得更重要，跟我们台湾有些切身相关的，就说在上一次泽伦斯基跟川普他2个人见面的时候，有提到说你要怎么样给乌克兰保障。川普的讲法是，美国的企业、美国的工人会前往乌克兰来去做这个后续的矿产的发展，这就是保障。因为当美国企业跟美国人有在乌克兰的时候，俄罗斯不管入侵，那一样的道理。如果说现在我们这2天看到另外一个重大新闻是台积电到美国投资，那有没有机会让美国的科学家、美国的高科技的人才也来台湾？做进一步对于台湾的一个保障，可是看起来是没有啊，可能啊，是啊，看起来是没有。所以说，如果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讲，对比乌克兰以及对比台湾，川普总统对台湾讲到是说台湾未来的安全的时候，他只讲是说美国会有影响力。我想现在聪明的我们中华民国国民也要思考是说，看别人想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捍卫中华民国核心价值，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一个启示。基本上了哈，刚刚还有这个朋友传来给我。他说台积电它的高科技现在都到美国去了嘛？那这是不是要骂行政院卖台叛国？该不该？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现在防共谍防很厉害。我告诉你，在台湾美谍绝对比共谍多。你看这个很多的这个共谍，你要去影响我们的高层人是很难的啦，也影响在座，怎么影响呢？但是你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甚至在美国，尤其那个在职的。比如军人少校送到美国念书，中校送到美国念书，政府的高官送到美国念书，那个人这个人很有机会啊，他就开始 CA 就开始吸引你、引诱你。我很多朋友都被问过啊，那这些人到政府里面还一路往上升啊，是我们高层的美谍才多呢，你自己想想看。所以你一般要抓共谍要不要抓？要抓。美谍要不要抓？美谍也要抓，怎么不抓呢？你这样是以美论哦。怎么当然以嘛？我谁都你早就已经是 AIT 的这个观察名单。我谁都以啦，真的谁都以。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以美恨川论。没有川没有什么好恨，恨不恨川是恨川啊，恨不恨川是老美自己决定的。对我们来讲呢，基本上就是
大家都要怀疑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以台湾利益为优先。这些人只要没有以台湾利益为优先，这些人都是坏蛋。休息再回来。你下次去美国。好，川普呢，开始变来变去了哈。本来呢，墨西哥、加拿大啊征25%关税。那之前呢，墨西哥跟加拿大的这个总统、总理呢，都说呢，好吧，这个我们就派1万个兵到边境去查那个毒品啊，然后呢，花了不少钱啊，10几亿的这个钱啊，是要来这个增加防卫。1个月以后，川普说做的不够积极，我还是马上要加你们的关税了。4号讲的，然后呢，现在又说，好吧，汽车哈，加拿大的这个3大汽车公司哈，可以再晚1个月，啊，那汽车因为产值大嘛，一个车都卖很贵，车子呢是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第2大产品啊，第2大产品，所以呢，再给你1个月啊，但是加拿大说这1个月，我1个月能够决定要到美国设厂吗？他说你们都到美国设厂就没有关税了，一个工厂要设置。哪那么简单呐？啊，不像一个公司搬迁地址换一换就好了，那个工厂多麻烦呐！哦，那墨西哥总统呢就说呢，我必要时要调整我的贸易伙伴，不跟你美国少往来了，都不容易了啊！因为现在全世界3大，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是外销美国最多的国家啊。那川普就说，你们要交我关税对不对？你们加我再加你高关税。哦，那加拿大那边的省长啊，什么福特啊，都很生气，说呢我们要零关税。问题是你要美国给你零关税，那你有零关税给美国吗？川普说他给我收那么高关税啊，为什么我要给他零关税呢？哦，所以就是川普要的是对等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中国商会说没有关系，墨西哥经济不好，我来加大投资。因为墨西哥总统也讲了，说我们要调整贸易伙伴呢。中国说我来做你的伙伴啊。那联准会说呢，美国企业预期会推高物价，因为关税川普的人是说关税都是出口商会吸收了，怕中国不要怕，因为中国现在内需很差，一定要外销只好自己吸收关税。但是呢，美国企业是认为说呢，会让这个消费者吸收，然后物价会推高哈，物价推高后利息就要推高来压制哈。那另外呢，这个美国摩根大通呢，他们的模型预测美国经济衰退有50%的几率会衰退啊，所以呢，现在一方面关税，一方面信心，所以华尔街呢现在呢都一片哀嚎，觉得美国经济会不好，临界点已经逼近，超过这个临界点就要衰退了。我们看 When I win, I will immediately bring prices down, starting on day one. 美国总统大选前，川普造访民间杂货店，曾经拍胸脯保证会让物价下跌。现在上任后1个多月，在美国买东西还是没有便宜点。Now it's $7.99. Prices have stayed stubbornly high. The fact that a lot of the big companies' prices have stabilized and aren't increasing at the rates that they. 美国1月个人消费者支出指数 PCE 相比去年同期上涨2.5%，比前1个月下降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则是3%，上涨幅度比预期快，代表要让消费者对通膨降温有感，恐怕还要一阵子。And here in the coffee shop, you hear people talking about, are we going to be able to afford to get a car loan? Are we going to be able to afford to buy eggs?现在川普又要挥起关税大刀，对加拿大及墨西哥进口商品课征25%关税，对中国商品课20%关税。经济学家估计，这波关税战会让每个美国家庭日常开支每年多花至少5万台币。专家分析，关税战期间，不少业者可能放弃美国，直接寻找能创造更大利润的市场，一直等到川普第2任期结束。川普想借关税逼外国厂商到美国投资的计划，恐怕事与愿违。好，那么到底会怎样？晚会你看了？我昨天其实看了这个川普他这个长达1小时40分钟的这个在参众议院的这个国会的一个发表当中呢，其实当然就是包含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完全这个跟他们共和党2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表现方式，一边是热烈的不断的喊 USA USA， 然后一边是完全很冷漠的坐在那边，甚至有这个议员出来就是大声的喊所以后来被这个赶出去了
所以他在这场演讲里面，我觉得他把关键大家都讲得很清楚。一个他就是告诉大家，他选前告诉大家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他告诉大家说美国回来了哈，美国的黄金时期来了哈，然后他会为了保护美国这个国魂所以他做哪一些事情这样子。所以刚刚孟凯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乌克兰，当然难免会想到台湾哈。那我自己在观察川普他上任之后一连串的所有的作为里面其实大家会觉得他很狂很旺然后动作很多但是最少他选前讲的，他现在在上任之后应该1个多月的时间，他把他做了的事情跟大家可以在国会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报告。那回来看加拿大跟墨西哥这2个被他加关税，当然这个川普说，因为他觉得其他国家对美国都加太多了，这样对我们不公平，所以他对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就要来直接来做这个加关税这个动作。那你可以去观察加拿大跟墨西哥的总统跟总理，其实他们在这个同时间，在川普喊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有态度的。他们会说他们是有所准备的，他们也绝对不会去对川普来做相关的一个屈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像在谈判嘛，就谈判就是有来有往，有来有往。但是呢，我们回来看我们台湾的状况，就是突然之间，我们的台积电就要去美国，然后投资1000亿美元，所以这个过程到底我们的赖总统、赖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什么？其实一直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除了是知道说呢，他有派人去跟川普旁边的人呢做一些沟通之外看起来从赖清德到卓荣泰到这个郭志辉，对于这个台积电要去美国投资这件事情，好像只能说这样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也蛮好的，不会整个移过去所以，但是大家看到这个台积电过去的这个规模，当然公司有公司的考量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台湾企业要过去那边投资，还是要投审会，要有一定的这个应该还是有相关的应允所以我大概我自己看赖清德他大概就是见了这个台积电的高层，然后呢，在这个川普跟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开了一个联合记者会之后呢，他在他的粉专再次的宣示，我们的国防预算可以提高到 GDP 的3%。梁嘉宇。台积电到美国投资或许是对台积电而言现阶段一个最好的、最安全的做法，因为毕竟相较于之前说台积电是不是要入主 Intel， 或是甚至要跟 Intel 合作等等，都可能导致技术外流这样的问题。那现在台积电是投资美国，投资美国之后呢，川普他就非常的开心。你看他在记者会上不仅称赞魏哲家是非常重要、有智慧的男人，甚至说这个地球上最强地表上最大、最伟大的这个台积电未来是跟美国合作生产最好最强的晶片。那这样子其实某种程度也代表说台湾跟美国未来是更紧密的相连。川普要科其他国家的关税特别是南韩跟中国，但是没有提到台湾也代表说台湾跟美国现在是紧紧相连。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川普 2.0 跟川普 1.0 有很大不同。过去川普 1.0 可以说是股市的指标，而大家都觉得说川普就是冲着这个股市而来，只要川普在，这个股市呢就会好。可是现在呢，美股确实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所以也有人说川普是不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在这一次这个美股其实喋喋不休的状况之下，可能也有人预期说是不是故意要制造一场经济衰退，然后让这个美国利率下降啊，让美债的这个支出可以减少等等。但我觉得对川普而言，现阶段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另外一个就是如何让川普在历史上留名。台积电是一个，另外就是如何解决这个俄乌战争那另外就是说让美国的制造业能够回流。可是川普不是不能谈判的，因为他是商人出身，所以在商言商，只要能够跟他有利益交换的，其实基本上只要能够让川普满意，基本上川普都能够点头。所以刚刚提到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的关税只要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强硬一点，川普就说不是不能谈我们还可以谈所以这个关税又会延后。所以我觉得对付川普这个人来讲，就是要拿利益去跟他交换。那台积电现在对于台湾、对于美国都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是台湾现阶段最大的筹码。接下来再回来。